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這麼一種情況，年輕的寶媽們不再給孩子們閱讀安徒生童話，學校的書本中更是不再出現類似的教材。那麼曾經是兒童必读之物的書籍，為什麼无人觸碰了呢？難道真如網友們所說，安徒生所寫下的文章全部都是暗黑童話嗎？醜小鴨之所以能變成天鵝，那是因為它本身就是天鵝，其故事講述的便是出身決定命運，血統決定未来，拼爹才是硬道理的暗黑童話。說的直白點便是毒雞湯。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？直到莫言看完原版的安徒生童話之後才發現，原來醜小鴨根本沒有想象中那般簡單，裡面有着更加黑暗深邃、更加複雜擊碎人心道德的細節。首先第一點便是童話小說的字數，在我印象裡醜小鴨最多区幾百字而已，可實際上原文整整有6400字。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則是原文被人为的刪減了。眾所周知，某些領域最喜歡做的事情便是有話只說一半，比如我們書本上出現的悯農，人人都知道作者李紳寫下了粒粒皆辛苦的千古絕句，卻不知道他在得到功名之後一頓飯就要花費幾十貫的銅錢。比如鑿壁透光的匡衡，人人都知道他為了讀書奮鬥努力，卻不知道他在晚年憑借丞相之位貪污了30萬畝良田。再比如讓梨的孔融，人人都知道他尊師重道，卻不知道他提出了父母無恩論被曹操處死。所以我們閱讀的醜小鴨也是被嚴重刪減的版本。比如人教版小學2年級的語文書籍中，醜小鴨的字數只有400左右，幾乎和原著沒有任何關係。人教版7年級語文課文中同樣如此，刪除前後大部分的內容，只保留了1000多字。課本的醜小鴨是這麼說的：醜小鴨來到這個世界上，除了鴨媽媽誰都欺負它。可原文對此的描述則太黑暗了。瞧那只小鴨一副醜相，我們真看不慣它。於是馬上有一只鴨子飛過去，在它的脖梗上啄了一下，隨即鴨媽媽說：“請你們不要傷害它。”它並沒有傷害到誰。從這裡我們能看出，鴨媽媽在最開始的時候還在護着孩子，短短幾行字寫出了母親對於孩子的愛護和疼愛。但大家千萬不要忘記，安徒生那個時期的作家沒有一個是在歌頌美好時代的，筆鋒之下寫出的每一個字全都帶有批判性。因為鴨媽媽沒過多久就轉變了心態。首先是醜小鴨的兄弟姐妹詛咒她被野貓抓走，鴨媽媽也希望她能夠走遠些，沒想到短短幾行字就把人性的一面給展現了出來。這種情況發生在童話故事中，或者發生在一只鴨子上，興許大家沒有什麼感受，但如果發生在一個人的身上，那麼整個故事將變得異常黑暗和沉重。而面對兄弟姐妹和母親的欺凌，醜小鴨只能離家出走。這個時候由於醜，所以他的心中萌生了強烈的自卑感。面對飛離的小鳥和不忍吃下它的獵犬，醜小鴨都會覺得是因為自己太醜造成的。而這裡也對應了我們的現實生活，找不到合適的工作，尋不到契合的伴侶，沒有真心相處的朋友，那些自卑的人都會把原因歸咎於自己。但如果醜小鴨就這麼結束了，那麼安徒生充其量也只是一個文筆較好的作家罷了，絕對不會讓後世人稱其為童話大師。因為醜小鴨來到了一個農戶家中，屋子裡面有一位老太，一只公貓和一只母雞。時間長了，醜小鴨體內的天鵝基因慢慢成長起來，它越發的想要離開房屋，越發的想要呼吸新鮮空氣，更是想要到水裡游泳。可母雞卻說它簡直在發瘋，並且警告它不要自以為了不起，還說這一切都是在對它好。其實像母雞這樣的人在我們生活中實在太多了，他們明明已經年過半百，卻一事無成。本身就是一個失敗者的他，走了一輩子的平凡之路，卻還要用那種中庸之道站在制高點教育着他眼中的後輩。但最終醜小鴨還是走出了農家小屋，成為了白天鵝。那麼問題就來了，為什麼如今的網友說醜小鴨之所以能變成天鵝，那是因為它本身就是天鵝呢？其實是因為網友們幾乎沒有閱讀過安徒生童話的原文，他們看的只是被人刻意篡改刪減版的，一心叫人向善的，把現實生活中的陰暗面隱藏起來的童話。